大家好，现在正是全民种菜的时期。最近因为疫情，喜爸 work from home， 在空余时间开始琢磨起种菜。喜爸是一个喜欢倒腾的人，不甘于日常的种菜方法，借鉴很多最新技术，针对我们所在德州的特殊情况，试验了很多我未见过的有趣种菜方法，包括抬升菜床、high intensity planting、square foot gardening、lean and lower 番茄种植，以及以色列的 Weekend Bed 方法等，效果不错。我今天就带大家来好好参观一下，也希望给近期有兴趣自己种菜的朋友提供一些小的 tips。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。我家的院子朝向西北，针对日照的情况，喜爸把院子分成了3个区域。浅米色的区域呢，是喜爸开辟的第1个区域，这个区域夹在我们的房子和2楼阳台中间。因为阳光少，排水较差，所以一直比较阴湿，正好可以利用来种植一些喜阴的植物蔬菜。可以在德州这种炎热地带呢，种出我们喜欢的泽尔根等喜阴式的蔬菜，还有我本人喜欢的阔叶植物如龟背竹等。另一方面呢，也帮助减少地面的积水。红色区域是目前最主要的区域，我们的工具小屋、堆肥区都在这里。这个区域朝向东，日照时间比较长，也可以利用到对植物生长最为有利的早晨阳光。大家选择菜圃位置时，最重要的就是做好光照的规划。绝大部分家常蔬菜都需要每日6到8小时的直射阳光才能健康生长。如果菜园设在房屋树荫的阴影中，则无法长得太好，后期做什么都没有太大的作用。在这里呢，喜爸为大家推荐一个 app， 名叫 Lumos。 大家在这个 app 里呢，可以查找到自己家里的日照轨道，规划最好的菜园位置。根据建成时间，黄色区域是喜爸种植的第3个区域，日照没有红色区域那么长，相对于米色区域呢，日照又长一些。今天呢，主要带大家参观红色和黄色区域，希望对大家有启发。喜爸的菜园全采用 raised bed 的方法种植，具体来讲呢，就是种植区域像床一样高出地面。这样的方法好处很多。第一呢，控制土壤质量。我们所在的区域呢，主要是粘土土质，粘土不适合蔬菜的生长。第二呢， bed 本身比地面高，面积相对小，更容易控制病虫害，同时也不容易长杂草，比较容易打理。第三呢，我们踩在 bed 外面就可以维护，保持土壤的松软，自己操作起来呢也会非常的干净。第四呢，不需要弯腰，特别针对一些老人或腰不好的人，这是非常好的解决方案。第五，整洁有序，颜值也比较高，有一定的观赏性。比如这个 bed 我们就种了各类的香料和辣椒，比如香菜、葱、sage、九层塔，和最近新发现的好东西白藿香，这就是藿香正气水的原料，香味浓郁，用来炒鸡蛋或做一道藿香豆腐都非常美味。经过试验，为了应对德州毒辣的夏天，喜爸又因地制宜，在一些 bed 采用了专门针对高温干燥地区的 Weekend Bed 的技术。Weekend Bed 是从以色列传来的一种种植方式，原理是在菜床底部设置有蓄水池，水不从表面灌溉，而是直接通过管道灌入土下的蓄水池，再通过设置沙粒等吸水层，通过毛细虹吸被植物根部直接吸收。Weekend Bed 的优点，喜爸总结了一下，主要是节约水。它不从表面浇水，而是通过底部的蒸发和渗透让植物吃水，水的利用率很高，不会被日照浪费，节约了50%以上的水费。第二呢，蓄水池保持植物任何时候都不会断水，有利于高用水量植物如黄瓜、番茄、生菜等植物的生长速度和口感。第三呢，植物根部为找水会向下延伸，对根系的生长也比较好。通过利用 Weekend Bed 呢，喜爸还尝试了 High Intensity Gardening。现在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一个菜床，大家可以看到呢，我们在这个4乘以8英尺的小小的区域里呢，就种植了多层大量的各种蔬菜，包括低矮的日本水菜、西瓜苗、白菜等等，中层的辣椒、番茄，
高的黄瓜和玉米笋。可以看到植物刚种下去的时候，每一株植物所占空间呢不过一本书的大小，而现在空间基本没有空隙，但植物呢长得一样非常好，充分利用了有限的空间和所有的阳光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找机会我可以专门做个视频给大家讲解 Wicking Bed 是怎么制作的。因为喜爸在疫情前一直比较忙，所以并没有按照最好的播种时间播种，而是在3月底宅家令之后呢才开始建菜谱和播种，所以大家看到的基本是这1-2个月的生长成果。喜爸做了很多催花、人工授粉的工作，我经常会看到他拿着多喜废弃的电动牙刷帮助植物施粉，真是特别有趣的方法。但还是建议大家参考各地的最佳种植时间来播种。说到这里呢，喜爸给大家推荐一个 tips， 其实美国的各个城市政府呢基本都有专门的部门，叫做 Cooperative Extension Office 或者呢 Agriculture Extension Office， 鼓励和配合居民的园艺爱好，并且安排专家根据各地的气候情况提供常见蔬菜的种植建议、各种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播种时间表。我们这里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所在的休斯顿 Harris County 的 Extension Office 制作的我们区域常见蔬菜的播种时间表。比方如果您5月想种一些蔬菜，但是不知道种什么好，那就对照5月可以播种的蔬菜，在里面选择自己喜欢的蔬菜。另一种情况呢，比如您特别想种 cucumbers 黄瓜，查到表格之后呢，在深绿色区的3月中到4月中，以及7月中到8月中都是最佳种植时间。如果错过了深绿色时段，那么浅绿色区间呢也是可以的。这个菜园全是喜爸的功劳，我是几乎没有参与搭建和种植的，但是它带给我非常多的惊喜。之前做了几期视频都是用喜爸的菜来设计，而我们一家一起巡视菜园，采摘果实，品尝丰收的滋味，那一刻真的想按下暂停键，因为它是如此的美好。而对于多喜，喜爸经常带着他一起参与，从一颗种子开始，期盼着它们的生根、发芽、成长、开花、结果。整个生长过程，退却娇气，学会等待，懂得分享，渐渐体会一份耕耘一份收获。我想这也是我们种菜最大的动力吧。对于喜爸，他常常说种菜是他的减压方式，同时还能锻炼身体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和多喜都很开心吃他种的菜。我要万分感恩他，这个菜园子带给我们无限的快乐，而工程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喜爸。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上面，有时候晚上很晚，他还在外面做工，人也黑了一大圈。而这个视频能被大家看到，更是要感谢喜爸，他耐心给我讲解许多，并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，我才能收集整理并分享给大家。最后呢，喜爸表示，毕竟我们属于新菜农，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。如果您对喜爸的菜园有更好的建议，请在下方留言。谢谢您的观看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我们分享、点赞并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